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今天来和大家聊聊缘分。俗话说，姻缘天注定，虽然这是指男女之间的感情缘分，可是进一步想想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似乎也是天注定的。例如，与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缘，与父母子女之间的骨肉之缘，与好朋友、死党之间的朋友之缘。有些人在生命中注定就是要碰到一起，躲也躲不掉，逃也逃不了。然而，也有一些人可能吃了一餐饭，听一场演讲，或是走在街上逛逛，在地球上几十亿的人口中，在同一时间、同一个地方，让我们碰到了。然而，或许这辈子我们会再碰到的机会，可能比中乐透彩还小上几百倍呢。可是，又是什么神奇的力量，让大家在一生当中能认识一些人，讲上几句话，相识、相伴，生活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？我想，除了用缘分来解释，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了。所以，人生的聚散，聚散总是缘。有一次，我在一个茶艺馆的墙上看到一幅字画，据说是出自证严法师。我觉得把人生的缘分描写得很好，而且也奉劝世人应该珍惜相聚在一起的缘分，少计较，多结善缘。你我相识即有缘，面带笑容结人缘，不失欢喜种善缘。你对我错相惜缘，顺我逆我消孽缘，果报好坏皆因缘，慈悲喜舍修佛缘。从佛教的眼光来看，人生的缘分是得来不易的。所谓10年修得同船渡，即使是简单的见一面，也有所谓的一面之缘。因此，佛教劝人要珍惜缘分，广结善缘。毕竟有缘才能相识相聚，要是无缘，恐怕见了面也不相识吧。可惜的是，人生能懂得珍惜缘分的人不多，反而总是与人斤斤计较，吵吵闹闹，以至于好的缘分最后反而成为一个恶缘、孽缘。也因此，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与子女反目成仇，夫妻打架闹离婚，朋友之间劫财、恐吓、诈骗的事情层出不穷。其实缘分得来不易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。就像一颗种子播种在土壤里，也要洒水施肥，细心照料，才有可能破土而出，成长茁壮，最后开花结果。人生若不懂得惜缘，那么再好的姻缘也可能付诸流水。人生除了要能惜缘之外，也要能随缘。所谓的随缘是对缘分的顺其自然，不强求。该走的就让它自由的走，轻松的走；该散的就让它随风散去。这是一种潇洒与不执着的人生观。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当缘分尽了，再强求也没有用。情人之间、朋友之间都是如此。不过，随缘不是随便，随便根本不是随缘。很多人总是以为随缘是什么都好，随随便便，其实这是很错误的观念。随缘只是对外在环境的不苛求，事情恬淡，粗茶淡饭，菜根香。可是随缘而能够不随便，才是修养的最高境界。因为随便是对自我的放纵，惰性的姑息。所以古人常说宽以待人，严以律己。其实一个人必要先能克己律己，才能真正的随缘。因为平日对自己能要求不任性、不放纵、不偷懒，对于外在的环境必能不急不求，事情事性，随遇而安，如此才能真正的随缘惜缘。其实惜缘随缘是中国人最大的哲学智慧。毕竟人生如朝露，生死转眼弹指间。多少名人英雄生前风风光光，可是人死后名利都是空，生前又何须多求？有时问自己，人无所求，那么活在世上又为了什么？我觉得还是佛家对人生的解释最好，认为人生在世是来还债的，来还朋友的债、情人的债、儿女的债。所以佛教主张人不要多求，既然是钱是欠的，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。能不计较得失，自然能从心中放下。然而，当我们把欲望、把贪念、把仇恨、把过去的痛苦都抛弃了，自然心胸开阔，就像一个杯子，若是装满了水，又还能再装些什么呢？其实人生要过得轻松自在，无忧无虑，一定要懂得惜缘随缘。好了，今晚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，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欢迎留言，我们都会认真解答与回复。最后也请各位朋友给予鼓励，点赞与分享，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努力与进步的最大动力。谢谢您，晚安。